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Aaron， 欢迎度假归来。我放了几天假，回来就变天了。看来这没我的位置了。爸，你坐。那我们开始。好。想必你也听说了，大家都已经表过态，愿意拥护贺总作为公司负责人。实在不行，贺总会离开公司，在座各位也都会追随贺总。在座的各位，哪几位啊？想不到自己这么不得人心吧？老贺，立通是咱们俩一手创立的，这么多年风风雨雨一起过来了，今天你要跟我闹哪出啊？我能给你闹哪出啊？自然是下面要发生的那出。只是这么多年，大事小事都是你做主，我觉得没什么意思了。那你觉得怎么样才算有意思呢？如果你还要继续掌管立通的话，那么贺总只能另立门户了。像贺总这样的人，怎么能够屈居人下呢？当然是要择高处立，往远处看了。真的要走？当然。我希望你能再好好考虑考虑。立通到今天不容易，我不想闹得四分五裂的。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好，我交出总经理的位置，今后的立通由你做主。爸，你疯了！你确认你说这句话不是开玩笑？在座的可这么多人都听着呢。君子一言。离职书已经准备好，签吧。严总，笔也在上面呢。看来是早有准备。这份东西我可以签，但是在签字之前，我还是想再问一句：你这么处心积虑地拉我下马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需要贺总来说吗？你用人不当，决策失误，缺乏商业判断，损害公司利益。严大壮，你早就该把手里的权力让出来，可偏要等着别人来逼你。换作是我，早就没脸在这个圈子混下去了。好啦好啦，人家把总经理的位置都让出来了，我们也不是不仁不义的人，我们还是合作伙伴嘛。我想请问各位，对我手上的这份离职书，有谁还有什么异议的吗？
谁翻谁的船啊？何总啊，联合公司的其他几位股东，马上要离开利通，另立山头。哎呀，这时候正逼着严总让开总经理的位置呢，都怪凯尔们，成天呢就指着何总的支持，在里边上蹿下跳的。爸，你不能签。Carol，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就凭你也敢命令我爸？你不过就是我爸的一个下属，看你那尖嘴猴腮的样儿，一看就是个叛徒。别说，严大小姐这骂的还挺到位的。凯瑞就是个叛。算了，请吧。哦，对了，你的那间办公室记得收拾收拾，以后就归贺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已经被利通集团正式解除了职务，请你马上离开。你疯了吧？贺小柔和开若违纪调查书。这怎么回事？勾结公司的法务，让自己人吃官司，私自签约丁义阳，吃里扒外，以权谋私，哪件事情你对得起我们利通？既然你这么不仁不义，跟你我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解除你们俩所有的职务，接收公司的调查。不劳你的调查。这里在座的人，都是愿意跟我走的人。你自己照顾好利通的空壳子，好自为之吧。走。你们这些老狐狸，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怎么又反水了？你以为商场上真的只有利益没有情义吗？这些都是跟我当年一块打拼天下的老人，真的会跟你一个穿草鞋的瞎闹腾吗？不过，如果不是真的陪你演完这场戏，我还真不知道谁是人，谁是鬼。慢走，不送啊。好，我们走着瞧。大人，别把话说太死。谢呀，严大壮，真是老奸巨猾。
看呐，Carol 这回是没戏了，这脸都撕破了。他手下的艺人们不会都跟着遭殃了吧？有事吗？严总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凯若的事情。你也知道，虽然他是我的经纪人，但是平常他的事情很少会跟我说。我知道，他是他，你是你嘛。我们当然尊重你的选择。如果你想走的话，公司会走流程。不，我当然还想留下来。我跟立通有感情。好，那公司会给你请一个新的经纪人的。好，那不打扰您了。池峰他的办公室看来是自保去了，真的非常的不好意思。人往高处走，意料之中。当初你冲到电梯口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我们走不到最后。毕竟，让一个不择手段的人学会忠诚，是件很困难的事。难道你是因为忠诚才被开除的吗？保重。你以为你的那点小心思，爱人会看不透吗？怎么了？还睡不着？公司的事情解决了，可是陆晨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爸，你有没有特别无能为力的时候？有啊，多着呢。比如说今天应该就算是吧，还算好，准备的充分，公司没丢。但是被朋友背叛的滋味，应该比丢了公司还难受吧？爸，你说，人是不是要经过低谷期就很快好起来了？
也不一定啊。你就不能骗骗我吗？我就想听你跟我说他会好，没有人能找到他，总有一天我还有机会再见到他。好了好了，傻丫头，爸爸知道你担心那个臭小子，但是生活真的就是这样，总有起起落落的时候，也不见得过了低谷就一定会好，但至少还有置死地而后生的机会吧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从现在开始要靠他自己了。许多改变都是在一念之间发生的，就像泰坦尼克的触礁，或者雪山的崩塌，顷刻间一泻千里，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。如果能够乘上一列奔向往日时光的列车，回到最初出发的站台，一切会不会不一样？公司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运转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的工作室可以重新再开。谢谢严总，但是我暂时没什么灵感。严总，我想请一段时间的假。想去哪儿？回前川。算了，这2碗面算我送给你。祝你们前程似锦，友谊长存。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老板，你这店得一直开着，我还想再回来吃呢。好嘞。咱们再见。志昂。这咖啡跟咱们上学的时候不太一样了。当然了，你以为你走的这几年，地球都停止转动了？现在连肯德基的咖啡都变成现磨的了。什么时候你能给我现磨一杯啊？啊，想得倒挺美，咖啡到处都有，自己去买。如果早知道会变成现在这样，我当时就真给你现磨了。
别看了，你去门口，他来告诉我。来了来了。小思，今天我们毕业了，故事快要告一段落了，可我还有对白没有说完。我的人生中有2件幸运的事情，一件是在前川的那条街上撞见你，从此以后把这样的一个你撞入了我的世界，那个每天坚持去画室的你，那个为之昂两肋插刀的你，那个在颁奖台上说感谢天使的你，一点一滴悄悄改变着我。另一件更幸运的事情是有生之年能够喜欢你，因为有你走在前面，我得以不怕黑不胆怯，更坚定地追上去。现在该轮到我为你做些什么了吧，只希望能陪伴你很久很久。小思，从今天起我决定为你做一个很勇敢的人。立夏。我的事情就应该我自己承担。小思，你信任我吗？信啊。那好，就让我做你的眼睛吧，就像老人与拐杖，犀牛与犀牛鸟，我做你的工作搭档，我帮你辨别颜色，以你的天分和才华，一定在画纸上呈现的效果都不会有差别的。你记得那年我们在孔明灯上一起许过愿吗？我写的，我希望和你有好多好多个3年。不要担心，我承受不住压力，一直都会陪着你。藏在岁月里的秘密，过了好久我才发现，原来你在原地等了很多年。纸张上的斑驳，树干上的年轮，更或者天幕中瞬息变幻的星辰，全部的全部都有迹可循。唯有你，当我再回来时，却已消失不见。小四，你回来了。陆伯伯好。里面坐吧。小四，你和之昂之前最喜欢喝可乐了。谢谢陆伯伯。小四啊，你很久没有回前川了吧？这次回来是休假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在附近出差，
所以回来给您送点东西。我是什么也不缺，不用给我带东西啊。这是志昂之前就买好的，只是没来得及送给你。合适吗？合适，那家伙眼光挺不错的。这样的事儿啊，其实我都知道了。不，都是我的不好。怎么能怪你呢？志阳这孩子啊，天性坦荡，又重情义，你们两个相识一场啊，是他的幸运。不，你放心吧，志阳一定会回来的。其实啊，他回来过。什么？他回来过？他怎么样？过得好不好？他没有回家，但是我知道，他去看了他妈妈。其实，他有什么好怕我的呢？我是他爸爸呀。就算他做错了事儿，他也是我儿子。爸，小四，老婆，你儿子回来了，老婆。爸，你在家的地位怎么一点都没变啊？你不要去问他眼睛的事情，孩子会有压力的。那就由症状发展呐。我找了那么多偏方呢。志昂，回一趟家才发现，父母老去的速度竟比我想象中快得多。我们难以避免成了客人，但在他们眼里，却仍然是生活的全部意义。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，知道吗？你没有自私的权利。吃饭了啊！爸，快来！今天儿子回来了，特别高兴，咱们呀一起喝2杯。你少喝一点啊，别血压上去了。爸，你都有高血压了？不是什么大病，所以没告诉你。除了血压高一点，其他的指标都好得很，不用担心啊。妈，那你的身体呢？有去做检查吗？哎呦，我身体好着呢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你放心。你妈呀，这叫老当益壮，没病没痛，越年纪大了越努力。哎，最近在偷学英语，
他说等将来到上海来带孙子的时候好交流。你妈呀，等着抱孙子了。别有的没的都瞎跟孩子说，别听你爸的啊。妈，我现在工作忙，这个事儿还真的没考虑过。啊，没有啊，一点都没逼你啊，早着呢，我们知道你忙啊。可是小思，你说以后我跟你爸爸都退休了，我们身体又这么好，要是能帮帮你，不是也减少你的压力吗？这是好事儿哈。妈，你们退休了之后就去环游世界，多过一点你们自己的生活，不要老为我操心了。我不为你操心行吗？你是我儿子，长得再大，在我眼里也是孩子。你知道吗？小的时候啊，我天天担心你生病。后来你上学了，哎呦，我就担心你别不长个儿啊。等到文理分科的时候啊，我又担心你选错行。上了高3，担心你考不上大学。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，我又担心你找不着工作。现在好了，有工作了，我又担心你太忙，你照顾不好自己。你和立夏还好吧？哎，怎么没有和你一起回来啊？好啊，都挺好的。他忙，因为他是我们公司的主力军，所以经常要出差。小思啊，你们俩也这么久了，有些事情你要主动点，别让人家女孩子着急啊。就是。不过话也说回来了，你们3个志昂这孩子最可惜。咱们碰一下吧。哦，来。陈青小姐，说您怀孕了是真的吗？这可以说一下吗？如果没有怀孕的话，打开吗？可以说一下吗？可以说一下吗？都说这些事情是谣言了，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。公司很快就会有人出面来辟谣。谢谢各位的关心。您曾经带过的艺人出了这种状况，您有什么态度吗？我的态度很明确，谎撒的多了，自然会被拆穿。娱乐圈不应该宽容这种劣迹艺人。这些乱七八糟的黑料都快把我给埋了，你们到底有没有人管啊？七七姐，我也刚接手您的工作，所以我只能做些小决策，具体的还是要等到公司请到真正的经纪人再说。又要让我等是吧？好 ，OK。我可以等。那你告诉我，专业的经纪人什么时候到位啊？这个还是等公司安排。那我的工作呢？通告为什么一个都没有发在我的手上？我们今天不是要去拍广告吗？为什么不去准备啊？广告临时有变，不拍了。什么叫不拍了？什么叫临时有变？是今天不拍了，还是永远不拍了？你跟我说清楚啊！一群废物，什么都得我自己来。喂，娱乐大事件吗？你好，我要爆料。是这样，我知道内幕，并且我也确定这个内幕是真的，因为我是陈七七的闺蜜，我是她的好朋友，所以我可以保证我说的话全部都是真的。你听好了，程七七她没有怀孕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这只是一个乌龙事件。没了？没有了。那他是小三吗？是同性恋吗？有吸毒史吗？有自杀倾向吗？
没有。都没有，这算哪门子大爆料啊？你逗我玩呢？你们能不能有一点职业道德啊？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，我今天要爆的最大的料就是程七七她没有怀孕，她也没有堕胎。你们知不知道，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会毁了一个艺人一辈子？澄清一下就这么难吗？我们没必要为一个劣迹艺人澄清吧？再说了，我们是娱记，跟我讲事实，你谁呀你？我是程七七。你程七七，我还阿里巴巴呢。喂，喂。喂，小四。小四。你助理说你情绪不太好，我看你脸色也不太好，要不我带你去医院吧？你来关心我啦？我说过我会负责的，我一定会遵守承诺。你就算为了孩子，也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外面现在那些新闻你肯定也看到了吧？那些没关系的，无论我陷入什么样的非议都 OK 的，只要我们两个人可以在一起。我承认刚才在你来之前，我状态确实有点不太好，但是一看到你，真的我什么都忘了。你可不可以多说几句话，安慰安慰我，或者抱抱我？对不起，你就那么讨厌我？抱一下你都不愿意吗？我不想再错下去了。我喜欢你，如果不是立夏，你早就应该看到我了。我不喜欢你，我喜欢立夏。我也只爱他。无论我怎么努力，你都看不到，对吗？对不起。OK， 我没什么可要隐瞒的，没有孩子，孩子我打掉了，这下你开心了吗？为什么？孩子是无辜的。因为我想看你内疚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我想看你内疚一辈子。这样你能永远都记得我了吧？
雨过天晴之后的天，有一点不浪漫感觉，一直到彩虹出现那天，这一刻才发现，在相一次之前，明明知道你会走远，我还是拼命靠前，才懂到明白你已经不见，我还不能妥协。我很安静陪着你，不想让你担心。怀疑能不能陪我到最终目的。哦，我的安静不怀疑，就别再提，能不能让我回到最初的记忆。我程七七爱了你7年，付出全部的青春和感情，不惜成为我妈妈那样的第三者，可换来的是你喊别人名字的时候一个怯生生的抚摸，以及你心里永远的愧疚。再见吧，独角戏终于要落幕了。恭喜雨工作室重新开业。我还以为这里会一直空下去呢。怎么会？虽然物是人非了，但我还有好多话想跟立夏和这样说呢。叶墨，能不能帮我拍张照？好。开心一点。妈妈，刚才那个乞丐的眼睛真好看，又大又亮的。小孩子别胡说，快点走吧。我已经像个乞丐了吗？
遗憾了，接下去要做该做的事了。快点快点，机师出新书啦！对，就是他。回去过了。哇，好脏啊！你好。对不起。哎，这人怎么这样啊？那个男孩教会我成长，那个女孩教会我爱。他们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然后又消失不见。可是，我不相信他们是天使，他们是世间最普通的男孩和女孩。所以，我会一直这么站在香樟树下等待着，因为我相信，他们总有一天会回来，回来找我，教会我更多的事。想着10几年的牢狱生活在等着我，我恐惧了很久。不过我现在终于不怕了。我永远不会认同你做的事，但是，对不起，我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
研墨，我打算去自首了。逃跑实在太辛苦了，自首以后，至少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陆之航，你个王八蛋！你现在在哪？我要见你。自首之前，我当然要见你一面了。10点，就在警察局门口，好吗？好，好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找你。能不能再等10分钟？最后10分钟，拜托了。好吧。雨过天晴之后的天，有一点不浪漫感觉，一直到彩虹出现那天，这一刻才发现，在相一次之前，明明知道你会走远，我还是拼命靠前，才懂到明白你已经不见，我还不能妥协。陆之航，不知道从哪个瞬间开始，你变成了我的软肋。我总是疯疯癫癫，不温柔，不淑女，不是你期盼中女孩子该有的样子。我甚至没来由的畏缩，以至于没来得及认真告诉你我有多喜欢你。喜欢你，愿意替你生病，替你难过，替你承担这个世界全部的恶意。只要你永远是你，陆之昂，你一定要等到我。这个笨蛋还是知道了。走吧。
我的他，不是盖世英雄，也没能驾着七彩祥云来娶我，但不妨碍我今生最爱是他。这世界上有1000种等待，最好的那一种叫做来日可期。我愿意站在这里，从这一秒开始倒数，等待多年后的相遇。丁莹醒了，我看他手指头动了一下，等检查完再通知家属。实际情况就是这样，现在呢，时间不够了，所以只能委屈你们了。你们的节目有可能上不了台。马老师，我们所有人都准备这么久，不能说不上就不上吧？对呀，再说这个时间不够了又不怪我们，让我们去负这个责任，对我们太不公平了。我知道你们很难过，我也想让你们上，可这是校领导的安排，我也没办法。我有个提议，我们4个人同台演出，只要1首歌的时间。时光雨洒落在你我心里，消失了感情在脸上留守，流年未完，想象依旧，夏天终于走到了最后，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，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。他们说对着天空放下这个孔明灯，然后许下愿望，愿望都会实现的，很灵的。来，吃啊！立下。小思，我们把愿望写下来吧。写在孔明灯上。迟早有一天，我们会站在一起。在人海里，为什么又消失不见？再勇敢一点，我会不顾一切牵着你向前冲。我会努力记得你的手，如果在路尽头，能给你一个拥抱。忍住不会颤抖。
这个样子啊。执着输给了时间，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。轰动一时的丁义阳被刺案终于告破，嫌疑人陆某某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希望你们一切都好。天使画集还有吗？不好意思，都翻遍了。那位顾客手上的是最后一本了。不好意思，这本画集你要吗？谢谢。我看你在哭，在笑，在喊，在痛，在疯，我很怀念那个傻傻的我，一直在想你。